着我們住，他們賣掉了唯一的老宅，斷了所有人的後路，卻要我們來養老。行了，爸媽說的對，你就別胡搅蠻纏了，為了一套老房子搅得全家不安生。我胡搅蠻纏？周文博，你没听見嗎？你爸媽把賣老宅的420萬全給了你妹妹。是啊，錢都給我，由你給他們二老養老，很公平啊。對對，公平。本來給爸媽養老就是兒子兒媳婦的本分，給爸媽養老是本分不假，但我們還要還房貸，還要養樂樂，經濟壓力本來就大。現在420萬全給了你，我們1分錢沒拿到，拿什麼給爸媽養老？嫂子，你給爸媽養老還要講条件啊？他們不給錢，你就不管他们二老都死了吗？你看看啊，就这种斤斤計較的兒媳婦兒，你說啊，還指不定怎麼虐待我們呢。幸虧我們把房子給了本靈，你們給我們不養老，我們還有歸你這個小棉兒，是吧？媽，您摸着良心說，我嫁到周家這8年，哪次您生病不是我照顧？樂樂出生到現在，您搭過一把手嗎？現在倒好，420萬全給了周美玲，還要我們家給你養老。還有你，算什麼小棉袄？上次爸媽住院你來過嗎？別在這得了便宜還賣乖。嫂子，我是我爸媽的親生女兒，我拿他们錢不是應該的嗎？而且你一個外甥，想算計我們家的財產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沒有拿到錢翻臉了吧？哼，你根本就是個白眼狼！這頓飯你們就別吃。我們走。你們別跟許靜置氣，他就是心裡堵的話，嘴上說說。哥，你追出來做什麼？該不會跟許靜一樣想要我那筆錢吧？你是我妹妹，我怎麼能跟你計較這個呢？哎，你看看，還是我兒子懂事兒。爸媽這輩子沒有太多的奢望，就希望你們兄妹倆好好的。你妹妹跟你不一樣，是個女孩，我們總得為她想想吧。是啊，只有你妹妹嫁得好，我們做父母的才能放心。爸媽，你們放心吧，我跟陳然結婚之後也不會不管家裡的，我們會好好孝敬你們的。沒錯，爸媽，放心把美玲交給我，以後啊，我帶着你們吃香的喝辣的。哥，買了房，嫁入了豪門，我們周家可謂是一飛沖天了。許靜今天這樣，你可得好好說說他。哼，當年要不是他倒貼不要彩禮，還願意付房子首付，我們根本就不同意他進入家門。現在倒好，翅膀硬了，還給我們甩臉子。早知道他是這樣的，當初就不該讓他進周家的門。對對對，就是他不懂事，回去我就說他，你們別跟他一般見識啊。好，那你回去吧。周文博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父母賣老宅，全款給你妹妹買房的事兒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他們就沒跟我說。這事兒你就別管了。我別管？你爸媽偷偷賣了房子，把420萬全給了你妹妹，你一點都不生氣嗎？生什麼氣呀？那是爸媽的房子，爸媽的錢，他願意給誰就給誰，扔河裡也跟你沒關係。沒關係？難道我和樂樂跟你們不是一家人嗎？你不要無理取鬧，美玲是我妹妹，她一個人打拼不容易，爸媽對她好點，
這不很正常嗎？難道我們這個家就容易嗎？樂樂要上學，我們還要還房貸，花銷本來就大。孩子我们自己能養。再說，有房有工作，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線。你說我上綱上線？這套房子的首付是我爸媽出的，房貸一直是我一個人在還。我每天上班，我連家都不敢進，我舊衣服穿了1年又1年，是我省吃俭用撐着這個家。現在你們全家還要來吸我的血嗎？我有逼你爸媽付首付嗎？我有讓你省吃儉用嗎？徐靜，這麼多年，我對你不好嗎？周文博，所以在你眼裡，我這8年的付出，全是倒貼，全是活該。別給我講那些有的沒的，我告訴你，爸媽養老必須靠我們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兒。你再不樂意，也得給我受着。那我也告訴你，錢給了誰，誰就負責養老。這套房子是我的，我絕不允許你爸媽搬起來。徐靜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好你个徐静人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誰先後悔。王律師，我公婆把老宅賣了，給女兒買房，1分錢沒給我和我丈夫。我想諮詢一下，關於父母對兒女的贈與，在法律上是怎麼界定的？徐女士，從法律上講，那套老宅是你公婆的財產，他們有完全的處置權。把賣房的錢贈與自己的女兒周美玲是合法的。那如果我想離婚，我該如何保護自己的財產？我們的婚房是婚前我爸媽出的首付，房貸也一直是我在還。不過車子、理財都是婚後買的。這樣的話，房子是屬於你的婚前個人財產，就算離婚了，男方也無法分割。不過其他的都屬於婚內共同財產，對方有權主張分割，你要有心理準備。我明白了，謝謝你，王律師。如果之後我要打離婚官司，我想委託您做我的離婚律師。沒問題。美玲，那新房子住着舒服嗎？舒服極了，一共有3間臥室，我跟陳然住主臥，有一間我改成電競房了。那挺好的。哎，不是還剩下1間臥室嗎？我跟你爸要是想你了，我們倆過去住幾天，陪陪你。媽，還有一間我改成狗房了，陳然養了隻金毛，金貴得很。你們要是想我了，我就去我哥那兒去陪你們啊。也是，你是要嫁入豪門的人了，我們老兩口過去打擾你不合適。你哥家有2間臥室，他們3口住1間，我和你媽住1間，真好。爸媽，你們別想了，昨天徐靜說了，房子是她的，不同意你們搬過去。什麼？我看你就是太慣着徐靜了，她嫁到我們家，那她的房子就應該是我們的。過幾天我們直接把行李搬過去，還敢把我們關在門外不成？就是當兒媳的還敢不給公婆養老了？他要是敢把爸媽往外趕，哥你就跟他離婚。對呀，你就告訴徐靜，不給我們養老，你就跟他離婚。他當初為了嫁給你，連彩禮都不要，現在他一聽說離婚，肯定害怕。也對，許靜那麼愛我，她肯定不會捨得和我離婚的。我這就回家找她去。許靜，許靜，不管爸媽給不給我們錢，她都是我爸媽，我們給他們養老是我們本分，你能不能懂點事兒？本分，周文博，這個家難道只有我們家有給你爸媽養老的本分，你妹妹就沒有嗎？況且你妹妹拿走了420萬，她比你更應該給爸媽養老。
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那是爸妈的钱，我们无权干涉。而且就因为这点钱，你想毁了我们这个家吗？这点钱，那可是420万。周文博，这个家有房贷要还，有孩子要养，你和你爸妈凭什麼心安理得的拿着那筆錢去給你妹妹買房呢？許靜，那是我妹妹，我們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在你父母眼裡，你妹妹能找到大老闆，能讓他們享福，而你一事無成，只配伺候他們養老。所以420萬，你一分錢都拿不到。周文博，你別自欺欺人。你胡說八道什麼？我父母不是那樣的人，他們是覺得美玲是個女孩子，生活不能過得太苦。好，既然你這麼認為，那我們就來談談現實問題。你爸媽說了要來我們家養老，那麼我們就提前規劃一下。第一，我們只有2間房，樂樂是女孩，長大了之後不能跟父母住一間，她的房間肯定不能動。你爸媽來了，住。第二，你爸媽說要來我們家養老，家務活勢必會增加，我還要上班，還要照顧樂樂，這些怎麼分攤？你說這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你爸媽的生活費誰來出？每個月給多少？是由你個人承擔，還是從家庭共同開銷裡出？將來他們如果生病了，醫藥費、護理費又怎麼算？所有可預見的問題，現在就擺在你面前。周文博，也想好解決方案了嗎？沒有，我沒想。不是，許靜，我們是一家人，你有必要算得這麼仔細嗎？周文博，就因為是一家人，所以才要算清楚。你爸媽把420萬資產全給了女兒，卻把養老送終的責任推給兒子兒媳婦，天底下沒有這個道理。我今天去了趟銀行，開了一個自己的獨立賬戶，從這個月開始，我們實行 AA 制。你說什麼？這8年，刨除房貸、車貸和日常開銷，我們一共攢下了30萬，我轉走了15萬，剩下的歸你。你到底要幹什麼？從今天開始，樂樂的開銷，這個家的水電煤氣物業費，我們一人一半。至於你父母來了之後的開銷，那是你的責任，請用你的收入去承擔。你就想用這種方法威脅我，不給父母養老，對不對？周文博，這不是威脅，這是通知。從今天開始，我的錢只屬於我一個人。至於你想當一個大孝子，為你父母的偏心買單，不攔着。你怎麼變得這麼陌生，這麼可怕？人都是會變的，沒有人願意一直當傻子。周文博，簽字，簽字，簽字。好，你別後悔。那天之後，我和周文博開始冷戰，我們不再像夫妻，更像是合租的室友。吃吃。跑啊跑啊！我這蠢得很。對對對，蠢，給的給的，蠢，好醜，漂亮，就這麼。盡管周文博變着花樣挑釁我，但我並不在意。為了以後能給樂樂更好的生活，我開始做兼職。雖然兼職很累，
經常熬到凌晨1、2點，但銀行賬戶實打實增長的數字，遠比虛無的婚姻更讓我有安全感。我冷了许靜3天，他肯定受不了。只要我现在主动跟他說話，遞給他台階，他絕對會跟我認錯。許靜，我們談談。樂樂，你先回房間玩啊。你想說什麼？我知道這幾天冷戰讓你不好受，我給你個機會，跟我好好道歉，把父母接過來，我就原諒你。說完了嗎？許靜，別給臉不要臉啊！嫂子，你把房間收拾好没有啊？过2天我可就把爸媽送過去住了啊！你跟我哥可得好好照顧好他們，他們現在身無分文，所有的錢都變成我的大嫂子了。你不知道我的新房有多漂亮，坐在沙發上就可以看到日出。周文博，你听到了吗？怎麼了？美玲不是一直這樣嗎？心直口快的，你又要找什麼茬？我找茬？周文博，你知道這8年我是怎麼過的嗎？不管周美玲做什麼事兒，你家人都覺得她是對的，而我和樂樂，就連多吃塊肉，都要挨你爸媽的罵。我爸媽就那樣，你非要跟他們計較幹嘛？再說了，美玲要嫁入豪門了，幫她就是幫我們，你怎麼拎不清呢？你妹妹嫁豪門，跟我有什麼關係啊？在你們心裡，我不過就是一個倒貼你們家的便宜貨。你們從沒把我當成一家人，而是把我當成了一個專門負責回收養老責任的回收站。現在你要我當做什麼都沒有發生，繼續扮演一家人的戲碼。對不起，我演不下去了。我不管你演不演得下去，明天我爸媽就要搬過來了，你去把房子收拾一下。就算我爸媽有錯，那也是我父母，那也不可能把他們趕出去，讓他們流落街頭吧，那會天打雷劈。周文博，你說的都对，他們是你的父母，贍養他們是你的責任，我從來沒有說過要把他們趕出去。那你是同意他們搬過來住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盡你的孝心，但請不要用我們的家、我們的錢去盡你的孝心。這套房子是我的，我不同意他們住進來，包括我們的共同存款，我的那一半不同意給他们花。許靜，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？那是我爸媽把我養大不容易，他們老了，我們給他養老，那不是天經地義嗎？那你就去外面租個房子，好好安置他們，用你的收入去承擔房租和他們的生活費。租房子，我就真成不孝子了，會為別人戳脊梁骨的。明天他們就要搬進來，如果你還要攔着的話，我們就離婚。好啊，我們離婚。房子歸我，存款、車子我們一人一半。你可以拿着你的那一半錢，好好給你父母盡孝，買房也好，租房也好，都隨你。但樂樂的撫養權，我必須要你按月支付撫養費。許靜，你是不是瘋了？就因為我父母這點事兒，你讓我夾在中間，多難吶！我們退一步，行不行？周文博，在這件事情上，我不會退一步，因為我的身後是樂樂，這個家的錢就這麼多，我不會為了給你爸媽養老，就耽誤我女兒未來的生活。你，媽，兒子，许靜把房間收拾好了沒？告訴他多買點菜，明天準備好，
接我们回去養老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啊。我妈他们明天就要搬过来了，钱的事儿我们再商量，先让他们住进来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是什么算盘。想进这扇门，不可以的。那你到底让我怎么办呢？你让他们拦在外边，让邻居看了，我们周家脸还要不要啊？他把亲情、道德、脸面，所有能想到的東西都拿出來當做武器，試圖擊潰我剛剛建立起來的防線。可這一次，我絕不會退讓。周文博，這些問題你不應該問我，你應該回去問問你的父母，問問你的好妹妹，是他們親手把你推到了這個兩難的境地，是他們在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，沒有考慮到你的處境。至於臉面，從他們賣掉房子，斷了你和樂樂後路的那一刻起，你們周家的臉面就已經被他們親手扔在河裡。周文博，現在距離明天中午還有10幾個小時，你有2個選擇：一，現在出門租房安置你父母；二，我們離婚。他當初為了嫁給你，連彩禮都不要，現在他一聽說離婚，肯定害怕。你少在這虛張聲勢，你根本就不敢離婚。我現在就回家幫爸媽收拾行李，明天爸媽一定要搬進來。喂，王律師，我想好了，我要盡快離婚。王律師，這是房產證、車輛登記證，我和周文博近5年的工資單，還有我們共同購買的理財產品合同。徐女士，你準備得很充分，我這就幫你擬定離婚協議。不過，你想好要離婚了嗎？我想好了，為了我和孩子，我和周文博必須離婚。對，哎，再往這兒一點，哎呦，舒服嗎？舒服。哎，你跟徐靜談的怎麼樣了？是不是他同意我們搬過去住？那個，他不肯讓你們搬進去，還要跟我分財產。他說以後所有開銷都 AA 制。什麼？哥，你拿離婚威脅他了嗎？說了，最後還放了狠話，他要不同意你們搬進去，就離婚。做得好，我們當父母的住兒子家天經地義。他許靜算個什麼東西？你敢攔着？哥，你現在就應該硬氣點，讓許靜知道誰才是一家之主。許靜離了你，根本找不到更好的，你就拿離婚逼他就對。沒錯，明天我們直接把行李搬過去。他要是不同意，你就現場跟他提離婚。行，就這麼辦。徐女士，鎖框好了，只錄了你一個人的指紋，別人都開不了了。請按把手。謝謝啊，辛苦了。沒事，應該的。再見。這鎖怎麼換了？哥，該不會是許靜不想讓我們進家門，故意換的鎖吧？哎呀，不可能！借他許靜是個膽子，他也不敢不讓我們進門。就是，鄰居都看着呢，我們把行李都搬過來了，他敢不給我們開門？不會的，
许静肯定觉得之前的锁带钥匙不方便，特意给爸妈换的。还算他识相啊！嫂子，开门啊！我们都到了。有事儿吗？许静，开门呐！昨天不是说好爸妈要搬过来住吗？说过吗？我忘了。嫂子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爸妈都到门口了，难不成你是想不开门，不想给爸妈养老啦？就是，你看，我们把东西都搬过来了，你快把门打開啊！我們呀，以後就跟你在一起住。兒媳婦，以後呀，你來給我們養老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們走錯了，這裡是我家。你們小棉袄的新房不在這兒，這門我不開。你說什麼？徐靜，你這個瘋子，你胡說八道什麼呢？啊！快門打開！兒媳給公婆養老，天經地義。我的天哪，你敢說這種話？快把門給我打開！爸媽，看吧，我就說兒媳婦是外人，根本就靠不住。幸虧你們把420萬的存款都給我了，要不然就全都給這個白眼狼了。許靜，開門，讓我們進去。周文博，我給你最後一次選擇的機會。如果你們繼續在我家門口鬧，那我們就徹底結束。如果你現在帶他們去外面住，那我們這個家還能維持表面的完整。兒子，你聽聽你媳婦都是什麼呀？啊，她這就是要把我們往外趕。我跟你爸辛辛苦苦把你拉扯這麼大，你就能眼睜睜的看着我們被關在門外了啊？你這個不孝子，我的命怎麼就這麼苦啊？誰去開門？你要是還認我這個爹，就把門給我打開！我不認。當初你們賣老宅給女兒買新房的時候，說我是外人，現在需要養老了，又說我是周家的兒媳了。晚了，這扇門你們誰都別想進來。小靜，算我求你把門打開，讓我們進去喝口水。有話好好說，行不行？這鄰居看着呢，笑話。不行，這扇門一旦打開，就再也關不上了。你們今天進來喝口水，明天就會要求住下來，後天就會要求我伺候。你們的算盤打得比誰都急。喲，周大哥、柳大姐，你們怎麼在這兒站着呢？哎呦，大妹子，你給評評理啊！我們老兩口就是想搬過來跟兒子住，可是惡毒的媳婦兒她就不讓我們進門。哎呦，你們看看，這弄的這……嫂子，你這個白眼狼，你嫁進我們周家這麼多年，我們周家待你不薄吧？現在你給爸媽養老不願意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对，我沒良心，你有。既然爸媽把420萬存款都給你買了房，那就應該讓你給他們養老。我看你就是算計我們周家的財產，最後沒有分到錢，惱羞成怒了。你根本就不想給爸媽養老。許靜，你非要鬧成這樣？對，我非要這樣，因為我不是聖母，我做不到被別人賣了還要笑着幫人數錢，我更不允許任何人毀掉我和我女兒的家。還愣着幹什麼？讓他開門，開門就把門砸了。對，把門砸開，讓我進去好好教訓這個不孝的東西。哥，爸媽都說話了，你還愣着做什麼？你就看着他把我們關在門外，又跟你提 AA， 他把我们老周家的臉放在地上踩，你還要縱容他到什麼時候？許靜，我最後一次問你，開不開？你不開門，我就砸了這扇門。我不開。喂，你好，
我要報警。喂，你好，我要報警。地址是東風小区16棟818號，有人在我家门口鬧事儿，严重影響了我的家庭生活和鄰里關係。他们不是我的家人，請你們過來處理一下。許靜，你瘋了！為了這點事兒，你報警，把我周家的臉往哪兒放啊？周文博，我沒瘋，我清醒得很，警察馬上就到。你是想讓他們被警察帶走，明天上社區頭條，還是你現在帶他們離開，保留你們周家最後一點尊嚴？你自己選。爸媽，美玲，要不我們去酒店？你說什麼？讓我們住哪兒？我們去酒店吧。住酒店？我們有家不住，為什麼要去住酒店？讓許靜把門打開。你這個窩囊廢呀！你就看着你老婆欺負我和你媽媽！求求你们，我們走吧。我不走，我看他就是假裝报警嚇唬我。哼，我們就在這兒耗着，我這不信他一輩子不出。美玲說的對，我們就在這兒耗死他。周大姐，你们老两口賣了自己的房子，把420萬都給了自己的閨女，現在還逼着自己兒媳婦用她的房子給你們養老，呸！真是太不道德了啊，對吧？啊，對吧？可不是嘛，小靜這麼孝順，你們也太欺負人了。這三排桌子打的，我們樓下可什麼都聽見了。就是，嘿，你們嚷嚷什麼呢嘛？啊，你們知道啥呀？啊，我家的事兒你们少管。她嫁到我們周家，就是我們周家的兒媳婦兒，這房子也是我們周家的。我們養老是天經地義。他要是給我們不養老，我就報警，讓警察把他抓走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我們倆警察會先帶走誰？喲，你還真出來了啊！你看我不打你！許靜，你竟然真的報警！哎呦，警察同志啊，你給我這個老太婆評評理吧！這個黑心肝的兒媳婦兒，她不給我們養老，她還要把我們趕走。怎麼回事？警察同志，這套房在我個人名下，屬於我的私人住宅。他們惡意鬧事，想要私闖民宅。即使你們是一家人，擾亂公共秩序，侵犯他人住宅安寧，也是違法行為，請你們立刻離開，否則根據規定，你們都要被我們帶回所裡處理。許靜，我們8年的感情，你絲情也不給我留嗎？從你爸媽賣掉老宅，把所有錢都給你妹妹，還上門逼我養老，我和你們周家就沒有什麼情面可講。爸媽，要不我們先走吧，我還要嫁豪門呢。要是鬧到警察局，這多丟人啊！哦，對，我女兒還要嫁入豪門呢。哥，你還愣着做什麼？走啊！走！這場戰爭我贏了，但周家人不會善罷甘休，我一定要徹底擺脫周家，給樂樂一個安穩的生活。你個窩囊廢，連自己的媳婦都管不住。我們老兩口被關在門外啊，還被警察訓斥。你說我這老臉都被你丟盡了。娶了這麼個掃門星的媳婦兒，我都要被你們氣出心臟病了。都怪你們把房子賣了，錢都給了美玲，鬧到今天這步，我連家都沒了。鬧成今天這個樣子，還不是你沒本事？這豬媳婦兒，你說你能怪了誰？行了，哥，別說了，現在趕快找個地方把爸媽安頓好，
別在這丟人了。先找個酒店住下，其他的以後再說。早晚讓徐家背着请我们回去。你好，要一个双床房。就这破房间，2张床挤得贴在一起。嘿，你让我跟你爸就住这儿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老两口憋死呀？哎，你这没良心的败眼狼！没用的东西，我跟你妈养了你30年，你就让我们住这种破地方？哥，爸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怎么也应该住豪华套房啊。套房1天800，太贵了。美玲，要不我们 AA， 1人400，让爸妈住下。哥，你穷疯了吧？这点钱也想捞我的？我没钱。爸妈不是刚给了你420万吗？那420万我买房装修早就花光了。再说了，给爸妈养老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啊，你怎么好意思问我要钱呢？我说你是不是让徐静那个毒妇给你洗了脑？你还惦记你妹妹的钱呢？连最基本的孝顺都做不到，还信妹妹的心？行了，我付行了吧？哎，哥，这么晚了，我回那边也折腾，给我也订间房。行啦，等我嫁入豪门，我就每个月给你打2000块錢，就當給爸媽的生活費了。你可別說我沒給爸媽養老啊，還是我歸你孝順，比你這個窩囊廢哥哥強1000倍、10000倍。沒擺成美人，知道心疼爸媽。走，咱們走。你跟着我們幹啥？光回徐靜那兒去？我就不信了，8年的夫妻，他對你的感情說沒就沒了。你去跟他商量好怎麼跟我們養老的事兒，然後再來接我們。媽說的對，你還是趕快回去找許靜。她要是肯鬆口，爸媽就不用在這種地方遭罪了。走。這怎麼回事啊？我怎麼成了那個無家可歸的人了？媽，今天爸爸回來吃飯嗎？爸爸今天公司有急事兒要加班，咱們先吃啊。來，吃肉。姐姐，開門。姐姐，開門吶！周文博，你又想幹什麼？徐靜，你好狠吶！你怎麼能報警？你讓我爸媽多丟人吶！你把我媽給氣的哭了一下午，晚飯都沒吃，把爸氣的心臟疼。你滿意了吧？你把我們家攪得天翻地覆，你就那麼開心呢？說完了嗎？周文博，第一，我報警是因為他們在公共場合尋釁滋事，我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。第二，你父母丟人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他們自己。如果他們不鬧，就不會有警察來。第三，他們吃不下飯，心臟不舒服，那是他們自己情緒管理能力差，與我無關。第四，攪得天翻地覆的不是我，是他們那420萬不翼而飛的養老金。如果你今天過來就是為了指責我，那沒什麼好說的，趕緊滾，我這裡不歡迎。別！我該怎麼辦？我到底該怎麼辦？在酒店開了個房間，一天1000多，
我的存款就那15万，我的钱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我去找美玲，跟她要钱，她不肯。她跟我说，买房装修全花了，还说养老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本分。她还说，等她嫁入豪门，她每个月給我2000塊錢，說那是爸媽的生活費。420萬，換來以後不確定的每個月2000塊，你父母還真是做了筆划算的買賣。我走投無路了，咱們別 AA 了，就像以前一樣，把錢放在一塊兒，把這個坎兒過去，行不行啊？不可能 ，AA 制會一直執行下去。我給你的2個選擇也依然有效，你撐不下去，你自己想辦法解決。難道你就眼睜睜的看着我被這些事逼死？雪晶，你怎麼可以這麼狠心？那我們就來談談第2個選擇。第2個，離婚？是，我覺得離婚對你、對我、對樂樂，甚至對你父母、妹妹，都是最好的解決方案。不，離婚怎麼能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呢？離了婚，你就徹底自由了。你可以把你的父母接回家，用你的工資、你的財產來供養他們，盡你的孝道，沒有人再阻攔你。離了婚，你也不用夾在我和你父母中間，左右為難，裡外不是人。對你來說，也是一種解脫，不是嗎？你這沒良心的白眼狼，沒用的東西。對我來說，也是一種解脫。我不用再忍受你父母的冷嘲熱諷，也不用看着自己的家裡被外人攪得烏煙瘴氣。沒見過什麼世面吧？啊！最重要的是樂樂，一個充滿爭吵的家庭，對他的成長百害而無一利。周文博，你覺得有沒有道理？財產的。第一，這套房是我的婚前財產，跟你沒關係。第二，車在你名下，是我們婚後買的，我只要1半的錢，你可以賣掉，或者按現在市場二手價把1半的錢給我。第三，存款我們已經分過了，每人15萬，在各自的賬戶裡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樂樂的撫養權我必須，這一點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。樂樂也是我的孩子呀。樂樂跟着你，也就意味着他要跟你的父母生活在一起。我絕不允許自己的女兒生活在那種環境裡。我也不想她長大以後也要被原生家庭吸血。你怎麼能這麼說我家人呢？我只是實話實說。至於撫養費，你工資稅後15000，按照法律規定，支付月工資的20%到30%，也就是3000塊。樂樂的教育、醫療等重大開銷，我們一人1半。你是不是從一早就算計好了？我不把一切算清楚，難道等着被你們榨乾最後一點價值嗎？周文博，這個家對你來說是避風港，可對我來說是一座需要精密計算才能逃出去的牢籠。好，我會考慮考慮。徐健，你到底有沒有愛我？周文博，都到現在了，你還在糾結愛不愛這種虛無縹緲的東西，而我已經在考慮怎麼才能讓我的女兒活下去，並且活得好。這正是我們之間最大的區別。
樂樂，別怕，媽媽會為你建立一個新的、溫暖的家，一個只有愛、沒有傷害的家。怎麼回來了？徐靜是不是同意接我們過去養老？徐靜死活不肯接你們回去，還提了離婚。爸媽，美玲，我们这次是不是做錯了？錯什麼呀？當兒媳的給公婆養老天經地義，他給你提離婚，嚇唬你的。沒錯，怕離婚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他離了你，再帶個孩子，沒法活。他不是要離婚嗎？那就讓他跟我哥去民政局辦離婚手續，到時候他肯定裝不下去，當場跪下認錯，求着給爸媽回去養老呢。沒錯，沒錯。在去民政局之前，讓32姑輪番給許靜打電話，戳他的脊梁骨，罵他不孝。都到現在了，你們還想着怎麼拿捏許靜，這不反思嗎？反思什麼？正是因為你這麼窩囊的，害得我跟你爸現在還住在酒店。讓我反思，我看反思的应該是你。美玲，给亲戚们打電話，讓辦事辦事這事情。行，哥，你聽我的準沒錯。萬一許靜到時候堅持離婚，我們就跟他爭樂樂的撫養權，看他還敢不敢拿離婚威脅。喂，是許靜嗎？我是你的三嬸婆呀，你婆婆劉玉梅的遠房堂妹。三嬸婆，您好，有事嗎？哎呦，許靜啊，文博他是個好孩子，他爸媽養他那麼大也不容易。你作為兒媳婦的，一定要孝順，要大度。三嬸婆，您說的這些話是劉玉梅女士讓你來跟我說的嗎？你婆婆也就是找我訴訴苦。再說，你作為兒媳婦，怎麼能把公婆關到門外呢？快讓你公婆回家吧，這傳出去得多難聽。那我建議，下次她訴苦的時候，您可以問問她，是不是把他們老兩口的房子賣了420萬，全給他們的寶貝女兒周美玲買新房。什麼？420萬，全給美玲買新房了？是啊，他女兒拿着420萬住着大房子，憑什麼要我這個外人給他們養老啊？喂，許靜啊，我是文博二姑，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？女人嘛，要賢惠大度，以家庭為重，趕緊把公婆接回家，別鬧得人盡皆知，多丟人吶！許靜啊，聽姨一句勸，離婚對女兒沒有什麼好處。公婆再不對，也是長輩呀，你記得把咱接回去，好好過日子。在他們口中，我仿佛是一個十惡不赦、正在破壞家庭幸福的惡人，而我的公婆就是被我這個惡媳欺負的可憐老人。喂，我們老周家就沒有你這麼不懂事的媳婦兒，趕緊撤了離婚的念頭，把二老接回去養老。不好意思啊，這是我的家事。如果你能給我420萬，讓我給我的公婆養老，那我們可以想法。否則，我們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了。劉玉梅，這就是你的手段嗎？硬的不行，就來軟的。自己出面沒用，就想用輿論的壓力，用孝道的枷鎖，把我活活壓垮。可笑。媽，你怎麼來了？怎麼了？靜靜，今天你那婆婆找我來了，
他說什么了？他能说什麼呀？哭哭啼啼的。他說你被外面的野男人勾引了，要和文博離婚，獨佔家產，還說你要把他們老兩口逼死。他還說你鐵石心腸，不孝不義，我們老許家沒有家教，養出了你這麼個惡毒的女兒。我低估了劉玉梅的無恥程度，她不僅要毀了我，還要侮辱我的家人。媽，您別信，她就是胡說八道。我相信她個鬼！都是她這個不孝的兒媳婦，害得我們老兩口只能住酒店。我們許家的女兒沒有賣給你周家，你們周家自己家裡一碗水端不平，偏心偏的胳膊肘，現在出問題了，憑什麼往我女兒身上潑髒水？我們周家怎麼了啊？我們周家怎麼了？我說的都是事實。我呸！我呸！我自己的女兒是什麼樣的人，我最了解，輪不到你在這裡嚼舌根。我告訴你，這件事我們許家支持他到底。女兒要離就離，樂樂呀，我們幫你帶，天塌下來，爸媽幫你頂。媽，劉玉梅以為用輿論就能壓垮我，可她錯了。我的家人是我最堅實的依靠。媽，您放心，這場戰爭我一定。哎，這樣行嗎？如果許靜真跟我離婚怎麼辦？窩囊廢，有什麼好怕的？哥，你放心吧，等會兒簽字，不等你簽完，他肯定衝過來攔着。就是，到時候啊，他肯定會哭着喊着求你別不要他，求着我們搬回去養老。協議我帶來了，財產和撫養權寫得清清楚楚，沒問題就簽字。許靜，你還真是不知好歹啊！這些年，你比不上別人家的媳婦溫柔小義，又不孝順公婆，連孩子也教不好。你離開我兒子，誰不要？沒錯，你結婚，你就是個二手貨，再帶個孩子，你就沒法過下去。媽，您別說了，我有沒有人要，能不能過得就不勞煩你們費心了。倒是您，還是先好好想想，以後能不能吃飽飯吧。裝，你接着裝，都到這時候，你裝什麼硬氣呢？美玲，要簽，你先簽，你簽完了，我兒子再簽。我簽完了，該你。你装模作樣給誰看呢？哥，你簽字，我不信他不會後悔。簽啊！你能不能快點啊？我等會兒還要送樂樂去上興趣班呢。許靜，你非要這麼迫不及待？我和你8年的感情，一文不值嗎？車文博，事到如今，你說這些還有意義嗎？我們今天來這裡不是來追憶往昔的，是來離婚的。我沒工夫陪你談感情。你居然真的要離婚？你這個沒良心的白眼狼！不孝的東西，為了不給公婆養老就離婚，你還配當人嗎？隨你們怎麼說，想離婚可沒那麼容易。房子和樂樂的撫養權，你只能選擇一個。沒錯，要麼你把樂樂的撫養權交出來，要麼把房子給我兒子。鬧了半天，在這兒等我呢。你們用樂樂的撫養權要挾我，就是為了要我的房子，對
不是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徐静，你不能这么自私，把他从我身边带走啊！对，乐乐也是我们周家的孙女，是我们的命根子。你想把他带走，没那么简单。我能不能带走他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法律上判断抚養权歸屬的唯一標準，是哪一方對孩子的成長更有利。那肯定是我哥啊，我哥比你有利的多啊。你憑什麼覺得他比我更有利？憑他的工作，他經常加班出差，有時間陪樂樂嗎？還是憑他的經濟能力？離婚後，我們經濟狀況相同，他還要負擔他父母的養老，經濟壓力比我大得多。還是憑你們周家的家庭環境？爺爺奶奶只偏心小姑，讓她生活在一個把養老當交易，把親情當籌碼的家庭裡，對她有利嗎？你們別再自欺欺人了。你們爭撫養權，不是為了樂樂，而是為了用孩子來綁住，或者說綁住這個可以給你們養老的家。你胡說！我是不是胡說？你們自己心裡清楚。你一定要把事情做絕，非要魚死網破嗎？我不想魚死網破，我只想給我女兒一個好的未來。至於那張網，是被你父母親手撕破的。趕緊簽字，我們好聚好散。我告訴你，許靜，不把房子交出來，樂樂，你休想帶走。這婚你也休想離。沒錯，就算你去法院起訴也沒有用，我就讓我哥拖着，看看法院會不會把樂樂的撫養權給你。我給過你們體面的機會，既然你們選擇不體面，那我們就法庭上見。你們賣房贈女，卻上門強行要求兒媳贍養老，並對我進行言語威脅，而你連自己的父母都無法妥善安置，需要靠孩子來謀奪前妻的房子。你們覺得法官會把孩子判給誰？是。媽，那個陸毅要是給法院，陳然知道咱們家的官司，肯定會跟我分手的。我嫁入豪門的婚事可就黃了呀！420萬的房子都買了，美玲嫁給豪門這件事情啊，絕不能功虧一簣。離婚，馬上離婚！對，絕不能讓許娟把陸毅抱出去，趕快把他叫回來離婚。媽，我要是離婚了，我就什麼都沒有了。哥，你要為了一個房子和一個賠錢貨，毀掉我的婚事嗎？對，就是這點破事兒不能耽擱了美玲一輩子的幸福。你快去，快去呀！去啊！哎呀！许静，我同意離婚。雙方都是自願的嗎？是。財產分割、孩子的撫養權和撫養費都協商好了？是的，協議上已經寫清楚了。謝謝。許靜，我以後還能去看樂樂嗎？協議上寫了，1周1次，你提前跟我約時間就行。你是樂樂的父親，這個是事實，永遠不會變。我們怎麼就走到這一步了呢？周文博，這個問題
你应该回去好好問問你的父母，是他們在賣掉房子那一刻起，就親手埋葬了我們的婚姻，而你默許了這場葬禮的舉行。這薄薄的一個小本，終結了我8年的婚姻，也開啟了我全新的人生。妈媽，這朵花好漂亮。樂樂，以後這裡就是獨屬於我們的家了，再也沒有人對我們說3道4了。大媽，俊俊，樂樂，嘿，真乖。快，看给你買的什麼好吃的，我們呀就要給你們娘倆做一頓大餐，慶祝我的女兒開啟新生活。快去，快去吃好吃的。静静啊，这以後你一個人帶孩子，這錢夠不夠用呀？要是不夠的話，爸媽這裡也有。媽，我夠用。周文博把車按市場價分給了我1半，加上存款什麼的，我有60多萬呢。而且我還給自己買了一份高額商業保險，這樣就算以後有什麼意外，樂樂的未來也有保障。經過這一遭，我的女兒是真的長大了。什麼味兒啊？这破房子又老又舊的。哎呀，墙皮都掉了，一股子霉味儿，是人住的吗？哥，你怎麼能讓爸媽住這麼破的地方嗎？還不如前2天的酒店呢。住酒店太貴了，住不起。這個3居室1個月6000多，是我找的最好的了。如果是個2居的話，可能環境會好點。那怎麼行呢？我跟你爸住一間，你住一間，你妹妹是要嫁進豪門的人了，哎，回來總得有個地方住啊。沒錯，租房必須得是3居室。行了行了，趕緊把東西收拾好，給我們做飯去。累了一天，肚子都餓了。哎呦！哥，你這桌子菜有人能吃嗎？是人吃的飯嗎？爸媽住的不好，吃的也不好，你就是這麼給爸媽養老的？沒用的東西，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，結婚什麼都沒撈成，現在家沒了，還得租房子住，吃這種狗食。你說我們老兩口真是倒了8輩子血霉，這麼個窩囊廢。夠了！你不就知道罵我？你們賣房的420萬全給了美玲，逼我跟許靜離婚的時候，你們就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嗎？現在嫌棄我沒本事了，你們把賣房的420萬分我們家1半，許靜也不可能不給你們養老。你說什麼？啊？你再說一遍！我怎么就養了個這麼個白眼狼呢？啊！現在還怪起我們來了，我還不如死了算了。媽，你別鬧了。你媽說的對，這件事本身就是你的錯，你還有臉怪我們呢？就是，哥，你自己沒本事管住媳婦兒，別往爸媽身上甩鍋啊！我懶得跟你們吵，
說你2句還不愿意了？要去幹嘛？我去加班。我宁愿在公司加上几小时班，也不愿意再踏进这个满是怨气的家。我来看看乐乐。进来吧。乐乐好像比之前開朗了一些。樂樂現在不用看別人的臉色，不用在壓抑的家庭氛圍裡生活，自然變得開朗了。錢？什麼錢？房租不是剛交過，怎麼又沒錢了？美玲怎麼說？我知道了，我晚點回去說。樂樂，你看爸爸給你買了什麼？果然，有些裂痕一旦產生，就再也彌補不回來了。樂樂，我還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周文博，沒有我在家裡替你照顧父母，你知道日子不好過了吧？回來了啊，正好榴蓮880，保健品3200。等會兒呀，把錢給我轉過來。我這身體啊，都是被徐靜那個女人給氣壞的，得好好補補。也給我轉1萬。我最近看了套魚劇，天天住在這破房子裡頭，心裡煩。釣釣魚，靜靜心。爸媽，我1個月工資就那麼點兒，要交房租，還要給樂樂撫養費，你們兩個的開銷都能節制的。我們把你養這麼大，花你點錢怎麼了？還心疼啊？不給錢，我就當你們當不知道，讓同事看看你是怎麼不孝。哥，你怎麼才回來啊？趕快去給我們做夜宵。做完飯去超市給我們買上次那個榴蓮和保健品。再給我轉2萬，上次的魚具壞了，我要換個新的。離婚分到那點錢已經沒剩多少了，這樣下去我根本養不起他們。雨玲，能不能跟哥分攤一下？今天太晚了，我明天要上班，先走了。美玲，你等一下，哥有話跟你說。哥，你不會又要找我要錢了吧？美玲啊，哥實在是扛不住了。爸媽跟我住一塊兒，雜七雜八的花銷太大了，你看能不能幫我分擔點？哥，不是我不給，
是我也没钱啊，我新房装修就花了几十万，现在每个月还有好几千块钱的物业费，我的工资根本就不够花。你那个男朋友不是大老板吗？你跟他说说帮帮忙，就当我借的，将来我一定还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吸我的血还不够，还要吸我男朋友的血，你怎么好意思啊？我吸血，那也是你的爸妈呀。我知道是我爸妈，但是他们现在跟着你，给他们养老本来就是你这个当儿子的责任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凭什么给爸妈养老就是我一个人的责任？行了，烦死了！别说了，你没钱你就出去兼职，送外卖也好啊，反正别问我要，我没钱。原来我从小疼到大的妹妹骨子里竟然是这么冷血自私。徐静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活该。来，让我们恭喜许静升职为市场部主管。我的生活步入了正轨，升职加薪，水到渠成。我的女儿也越来越活泼开朗。这种踏实和安稳的感觉，是我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，是过去8年的婚姻里从未有过的。周文博，他怎么去送外卖了？我现在兼职送外卖，正好在这附近，想上来看看乐乐。你进来吧。乐乐，爸爸。爸爸，你这件衣服好旧，都破了。换季了还穿这么好，我给你买的新衬衫，洗干净熨好了。今天升温，穿这个正好。以前衣服换季买新的，许静都给我安排的妥妥帖帖，可现在我却成了一个连自己衣服破了都不知道的人。爸爸，你怎么啦？爸爸没事儿，爸爸就是在想你和妈妈了。轻轻的，乐乐，该洗澡睡觉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休息了。离婚对他来说仿佛是一场新生，而对于我却是一场炼狱的開始。我後悔了。拜拜。怎麼才回來？是不是又去看樂樂那個死丫頭了？有什麼好看的？樂樂都被他那個媽教壞了，跟我們都不親了。愣着幹什麼呢？快去超市買點新鮮的牛腱子。美玲說了，她想吃我做的醬牛肉了。去呀！知道。你好，一共86元。顾客
這邊顯示您餘額不足。怎么可能？再試試。怎麼可能？周蔡福珠寶店消費12800元，休閒山莊魚塘會員年費38800元。美玲啊，你今天回來，工作不要太累了，要注意身體啊。就是，哎，美玲，你錢夠不夠花？不夠花就跟爸媽說，哎，等你要回來，他給你轉啊。你們拿我的錢都幹什麼了？12800、38800買的都是什麼呢？你們憑什麼私自花我的錢？你大不下叫什麼呢？啊，不就是花你點錢嗎？我看隔壁那個老太太戴的金項鏈好看，我就給自己買了一條。我辦了個魚塘的會員，以後釣魚方便，也就幾萬塊。你一個大男人花這麼點錢就計較，一點良心都沒有。就是，你琢磨捏點什麼呢？啊？哎，我讓你買的银戒指呢，一会兒美玲還等着吃呢，你還不趕緊去？我沒有錢了。你一個月1萬多塊錢，怎麼可能沒錢呢？是不是偷偷把錢給許靜那個上面去了？你們自己的都被你們給花光了。啊，怎麼會沒有錢呢？那以後我還怎麼指望着你養老？這美玲馬上就要結婚了，哪樣不花錢？你這個當哥哥的啊，1分錢拿不出來，還把自己搞得這麼窮酸樣。你們還怪我？我為了給你們養老，我打了2份工，我連覺都沒得睡。你們家裡只有周美玲，在這個家，我算什麼？你大呼小叫什麼呢？啊！你現在啊翅膀硬了，還教訓起我跟你爸了。你这不孝子，你就是你不。老婆子，你怎麼了？快叫救護車！在你父母眼裡，你妹妹能长得大毛头，能讓他們心服，而你一事無成，只配伺候他們養老。所以420萬，你1分錢都沒有。周玉儿，你自欺欺人。我的人生好像一個天大的笑話，那味西瓜撿了芝麻，不，我連芝麻都沒有撿到，只撿了2塊甩不掉的、正在腐爛的牛皮糖，把我的人生拖進深不見底的地獄。醫生，我母親她怎麼樣了？初步診斷呢是冠心病，心肌缺血。那具體呢還要做進一步的檢查。冠脈造影，心臟彩超，24小時動態心電圖。對，這些檢查呢都是必須要做的，那家屬就盡快繳一下費，耽誤1分鐘呢都可能會影響病人的病情的。手續都辦好了，交賬錢了嗎？我沒錢了，爸。為了給媽辦住院，我把車都賣了，我現在手裡1分錢都沒有。你沒錢不能去借嗎？實在不行，就去找許靜，他以前這麼在乎這個家，總不會眼睜睜的看着你媽出事啊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想想辦法。哎，小靜。你先不要回家，你前夫在你家樓上站半天了，我估計啊是要找你借錢。借錢？嗨，我聽說他媽生病住院，他妹妹不管，你前夫拿不出來錢，還把車都賣了。要我說，就是活該。放着這麼好的老婆孩子不管，非要偏心個妹妹，這下好，遭報應了吧？現在這個結果，是他自己和他那對拎不清的父母共同造成的，怪不了別人。許靜，
你終於回來了。我錯了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我不該一直聽父母的，不該一直忽略你的感受。我混蛋，我不是人。再給我一次機會好嗎？周文博，我已經給過你機會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學姐，我不能沒有你。你不是不能沒有我，你是沒錢了，只能來求我。聽說你母親住院了，是嗎？醫生說我媽心臟有問題，要住院觀察。我手裡的錢都花得差不多了，真的沒有。周文博，你母親生病住院，我從人道主義上表示同情，但從法律和情理上，我沒有義務為你支出這筆費用。我不白拿，算我借的，我給你打欠條。這不是欠條的問題。我問你幾句話。第一，你母親生病住院，你有沒有告訴你妹妹周美玲？沒有。第二，她作為女兒，手握着你父母420萬的養老錢，她有沒有表示要承擔這筆醫藥費？沒有。第三，她如果不願意出那筆醫藥費，你有沒有想過通過法律手段去追回那本該屬於你父母的養老錢？沒有。周文博，周美玲拿走了所有的錢，你為什麼不找她？難道你現在心裡對她還抱有幻想嗎？這裡有5000塊，算是我替樂樂給他奶奶的，算是孩子的一點心意。密碼是樂樂的生日。謝謝，我一定會還你的。這筆錢不用你還，但這是最後一次。周文博，你是個成年人，要學會為自己的人生和你的選擇承擔責任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，尤其是一個已經為你關上了大門的人。這一刻，我無比清晰地認識到，我和他早已是兩個世界的人，雲泥之別，再無交集。你借到錢了？那趕緊去把檢查費交了，別耽誤你媽的治療。不夠，徐靜只給我5000塊，還是看在樂樂的份上。5000塊夠幹什麼的呀？好歹夫妻一場，徐靜就這麼見死不救？你也是個沒用的東西，连點錢都借不回來。爸，我把車都賣了，為了給媽治病，你還想要我怎麼樣啊？我和許昕已經離婚了，我們家的事他沒有義務管。給這5000塊錢已經是仁至義盡，你們怎麼不好好想想，誰才是真正該出這筆錢的人？周美玲拿了你们420萬的養老費，媽病了，該她出錢。你不許去拖累你妹妹，你是當哥哥的，怎麼好意思去找你妹妹要錢呢？我要不去找她，那就看着媽死在醫院嗎？不，你這個不孝子！周美玲，你在家嗎？周美玲，你在家吗？周美玲，哥，你疯了？你找死啊！周美玲，媽住院了，需要一大筆錢，我这周转不开，你先打点錢過來。哥，不是我不幫你，我最近手頭也有點緊，我剛換了輛新車，車貸壓力很大的。你那輛不是剛開1年多嗎？好好的換什麼車呀？哥，你懂不懂什麼叫做人情往來啊？
我男朋友最近谈了个大项目，之前那辆车给他的客户了。几十万的车，你说送人就送人？妈治病你没有钱？周美玲，那是咱妈，她现在在医院里等着救命呢。我知道是咱媽，你用不着冲我喊。哎，不就是做幾個檢查嗎？能花幾個錢啊？哥，不是我說你，連自己親媽的手術費都拿不出來，還好意思追着自己妹妹要錢？你就是啊，爸媽的養老本來就是應該你負責，當初的分工不是很明確嗎？錢給我，養老給你，怎麼你想反悔啊？你拿的不是他們普通的錢，是他們養老的錢，是他們的病。什麼養老的錢？爸媽這樣給我，那就是我的錢。周文博，我警告你，你別想打我一分錢的主意。周美玲，周美玲，你必須把錢給我，你今天必須把錢給我。周美玲，真晦氣！我哥那個窮鬼，跟個蚂蟥似的，吸不到血就不走。別氣了，寶貝，氣壞了身體啊，不值得。不過，你剛才跟你哥說的是真的嗎？你手裡真的沒錢了？騙他的而已，我才不幫他填我爸媽那個無底洞呢。那就好。哎，給你說個好消息啊，你上次給我那項目投資的10萬塊錢啊，現在已經翻倍，成了20萬了。真的？我的天，這比我爸媽買房來錢都快！哎呀，早知道就多投點了。現在這個項目的窗口期啊，還有3天，要不這樣，你回家呢，把你那些包包啊、首飾什麼的全都賣了，咱湊一湊，湊100萬，全都投進去，到時候翻200萬。萬一虧了怎麼辦？小傻瓜，有我在呢，怎麼會虧啊？我有內部消息，穩賺不賠。等咱們賺夠這200萬，就去瑞士辦婚禮。好，我明天就把所有東西都賣了，全都投進去。文博，你怎麼空着手回來的？你不是找美玲要錢了嗎？你個廢物，我怎麼就生了你這個沒用的東西？對，我廢物，我沒用。周美玲懂事，你們疼的把養老錢都給她，現在她不管你們了，你們就讓我這個廢物兒子來挺苦。你胡說八道什麼？我們給了美玲420萬，她怎麼可能不管我們？你呀，到現在了還惦記着你妹妹的錢，你看你哪點有當哥哥的樣子？你哪點有當哥哥的樣子？我從來就沒有惦記過那筆錢，可憑什麼你們給他420萬？你們生病、養老全要靠我。我去找他了，他根本就不管你們，你們不聽，還在打罵我。我也是你們生的，我不是你們的提款機，更不是你們的養老工具。都是因為你們，我才落到今天這個步。是你們挑唆我和徐靜，逼着他忍無可忍要和我離婚，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，你們還在吸我的血。這個家我受夠了，你們的事兒我不管了。周文博，你個逆子，你要跑哪兒去啊？你是不是連我都不管了？讓他走，有本事就永遠別回來。遺傳家屬，你們的住院費、檢查費已經拖欠2天了，明天中午之前再不繳費，我們只能停藥，給你們辦出院手續。這個天殺的不孝子，連親媽都不管了。還有徐靜那個喪門星白眼狼，
要不是他闹離婚，我们能落到这个地步吗？别骂了，把人先找回来吧。手机怎么能在床底下呢？他人去哪儿了？快打电话找他！好，我这就给他公司打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文博的父亲，请问我儿子在公司吗？我联系不上他了。文博，我们还想找他呢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公司了，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。要是找不到他，那就死在路上。这文博不好了，他连亲妈都不管了。你是文博他爸吗？你儿子的网贷已经逾期很久了，再不还款，我们可就上门催收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养大的兒子，親媽住院，他都不管，還給我們欠了一屁股的債呀！你說這日子怎麼過呀？我該怎麼辦呀？老头子，你快想想辦法呀！我們先跟親戚們借點錢。快！喂，文博他堂叔啊，能不能給我借點錢？玉梅堂姐啊，我老伴兒住院了。一聽到借錢，一個個各種掛電話，這哪有半點親戚的樣子啊？要不給美玲打個電話說說，讓她先給咱們墊着啊。最好還是閨女靠得住。爸，你打電話有什麼事兒？美玲啊，你哥聯繫不上了，你媽這邊的醫藥費我實在是沒着落了，你能給爸媽想點辦法嗎？我上哪兒想辦法？我沒錢，醫院就是無底洞，花那麼冤枉錢做什麼？你帶我媽去小診所看看，還點要得了。你沒錢，我和你媽的養老錢不都是給你了嗎？爸，你衝我喊什麼啊？哪有什麼養老錢？錢都買房了，當初你們可都是同意了的。好了，我不說，我還等着投項目賺大錢呢，沒空管你們這點破事兒。周美玲，我們那麼心疼你，你怎麼就這樣對我們？都怪我們瞎了眼，錯把女兒當依靠，到最後居然被最心疼的孩子推上絕路啊！依床家屬，你們拖欠醫藥費，現在所有治療已經停藥，今日之內必須辦理出院手續。你們已經拖欠我3個月房租了，這房子我不租給你們了。老頭子，你說咱倆命怎麼這麼苦呢？兒子不好了，姑娘也不管我們了。你說我活着還有什
么意思呀？现在只有许静能帮我们了。王律師，我前公公剛給我打電話，說我前夫失聯了，他妹妹不管父母死活，老兩口現在已經走投無路了。這種情況有什麼解決辦法嗎？徐女士，從法律的層面上講，你和周文博已經離婚了，你對你的前公婆沒有任何贍養幫扶的義務，你是想要幫忙嗎？我不想管，但樂樂畢竟是他們的親孫女，我不想樂樂長大以後知道自己的爺爺奶奶流落街頭，我卻見死不救。我不想他從小就對親情、對人性感到失望。你的前公婆想要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起訴周美玲，追回那個420萬的養老金。不過，你的前公婆大概率不會同意。他們怎麼選擇是他們的事兒，我只管把這個辦法告訴他們，也算是盡了我最後一點情義了。許晴，你來了。之前的事是我們對不住你，我們現在實在是走投無路了，求你看在樂樂的份上，先借我們點錢，讓你婆婆治病。借錢可以，但周文博失聯，周美玲不管，我這筆錢借給你，你們拿什麼還？之後如果再遇到這樣的事情，你們又要找誰幫忙？我知道你們是真的走投無路了，才會放下臉面來求我。這筆錢我不會借給你，但我會給你們指一條明路。這位是專門處理經濟糾紛的王杰律師，他可以幫你們起訴周敏，追回那420萬養老金。你說什麼？起訴？對，從法律層面來講，那420萬是你們的養老錢。周美玲獲得款項以後，拒不履行對你們的贍養義務，符合不當得利的起訴條件。只要你們同意，我今天就可以向法院申請立案。立什麼案呢？啊，我女兒馬上要嫁入豪門了，你這一起訴，她的婚姻不就毀了嗎？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嗎？夠了，閉嘴！到現在你還護着她，你命都快沒了，她管都不管你，你還惦記她的豪門婚事。我同意，我告她。這張卡裡有500萬，我要全都投到你那個項目。500萬？你哪來那麼多錢？我把房子抵押出去貸，到時候翻1倍，那可是1000萬。寶貝，你可太能幹了！等我們賺了錢，我們立馬結婚。我要給你買最大的鑽戒。好，這可是你答應我的，人家可就等着你娶我了。老公，老公，我的手杖呢？我的项链呢？手杖台上的東西怎麼都不見了？姐姐的话，姐姐的话呀！您好，您撥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。不會的，他不會騙我的。他說過他會娶我的。騙子，他是騙我的，根本就沒有什麼大效。他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要騙我的錢。
孙女士，請立即歸还500万欠款，否则我们将依法收走您的房产。请问是周美玲女士吗？这里是区人民法院，原告周德海先生起诉您不当得利一案正式立案，请您今天上午10点到法院领取传票，并按时参加庭审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你，许静，肯定是你这个丧门星条！你给我爸妈下了什么命，让他们告我这个亲生女儿？周美玲，没人挑唆他们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作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你！打死你这个贱人！周文博，爸，哥，你们疯了！你们为了这个贱人，竟然打我，还要告我！你疯了！是你把我们逼疯的！你妈躺在医院里等救命钱的时候，你管过她吗？你让她到小诊所等死！我们把420万的养老钱都给了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？这钱是你们心甘情愿给我，我告诉你，这钱你们一分也拿不到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，没担当的东西！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等解决完你妹妹的官司之后，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全体起立！现在开庭，审理原告周德海、刘玉梅起诉被告周美玲不当得利一案。原告周德海赠与被告周美玲420万元时，拟与被告存在附加赡养义务的口头协议，是否属实？不属实，那是父母对子女的自愿赠与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。肃静。他亲口承诺为我们养老送终，但是他没有做到。法官大人，我方已提供所有证据材料，诉求被告返还420万不当得利。全体起立！原告周德海、刘玉梅起诉被告周美玲不当得利一案成立。现宣判，被告周美玲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30日内返还原告420万元。退庭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返还？我拿什么返还啊？之前的房子被我贷了500万，全都给陈然了，陈然现在捐款跑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老板，他是个骗子，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，1分钱都没有了！你说什么？没了？对，没了！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嫁给有钱人，我才会被骗，都是你害的我，都是你害的我！我害了你！你好好想想，这么多年，我还不是为了你，我掏心掏肺，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了你。你却说我害了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就是个疯崽子！我这是造了什么罪
哎呀，受了什麼罪呀？妈，同志们，妈，叫救护车！患者急性心梗，抢救无效。老妹儿啊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把女儿惯成这个樣子，把你害死了。王律師，周美玲被騙的錢還有機會追回嗎？很難，殺豬盤團夥大多流竄作案，資金轉移很快，追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但是他身上的巨額債務是事實，如果無力償還，恐怕會坐牢。我求求你，我不想坐牢！你借钱帮我还钱！我是你唯一的女兒，你不能不管我，眼睁睁的看着我坐牢啊！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你把我的妻子，把这个家也毀了，我沒有你這樣的女兒！哥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吧！你救救我！你是我哥，你不能不管我！別叫我哥，我之前求你的時候，你管不我，你把我的家害得支離破碎，我下半輩子都要還債，我拿什麼救你呀？周美玲，你拒不履行法院判決，現依法對你執行拘留，後續將追究你的刑事責任。帶走！我不要坐牢，我不要坐牢！對他們，我已經仁至義盡。王律師，剩下的就靠你了。先走。許靜，這麼些年，我們老兩口偏心，讓你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是我們對不起你。謝謝你，在我們最難的時候還願意幫我們。你不用謝我，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樂樂。許靜，之前是我太混蛋了，對不起你，更對不起樂樂。我不求你能原諒我，我只希望我能繼續做樂樂的父親。我跟銀行和公司已經達成和解了，我會踏踏實實打工，按時付撫養費，我努力成為一個好父親。好，為了樂樂，我願意給你這個機會，但我們也僅限於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，誰也逃脫不了命運的審判。